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90算，这次为大家带来是 Toho Readmap 模组 1.4 版本的更新内容。1.4 版本的话，我们增加了卓越前线模组的兼容，还有女仆备份功能。这里额外说一下 1.1.1 的话，请使用最新版 1.4.1， 我们修正了与 Crypt.js 的一个兼容性的 bug。首先我们兼容的一个模组是 PetPad 模组，它是一个 Fabric 下的模组，但是呢可以通过信雅互联在复制上使用。所以 Unload 老师呢也是直接把这个模组和我们女仆模组进行了一个联动。现在你在空手 Shift 女仆的情况下，就有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。那有人可能会说，哎呀，我怎么操作女仆待命呀？这时候呢，你只需要手上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，Shift 右击女仆，它是可以正常切换待命状态的。但如果是空手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接下来就是与卓越前线的兼容了，你必须要使用最新的 0.8.7.1 版本的卓越前线，才能有兼容的内容啊。那第一个兼容的方面呢，自然就是渲染了。现在呢，女仆将枪械放在这个格子里，就能够在背上呢选一个枪械。如果你拿的是手枪的话，那么它渲染的位置是在侧边。当然，拿上枪的话，自然也有一些动作啊，比如说加特林或者是 M2 重机枪。它的动作是有所不同的，这是加特林，这是 M2 重机枪。如果你将模型切换为传统模型，这两把机枪呢也是有专门的动画的。这个动画呢，额外的对刺雷也做了一个，不过女仆不能使用刺雷。说完的渲染，接下来就是功能性的内容了。现在呢，你再打开女仆的工作列表，能够看到一个枪械模式，这个枪械模式既可以使用永恒枪械工坊的枪械，现在呢也可以使用卓越前线的枪械了，并且呢在切换的这个模式的时候，还能使用卓越前线的载具进行开火。那它能够使用的枪械呢也非常的多，除了两个特殊的，也就是这两个导弹发射器它是不能使用的，其他都是可以使用的。我们来给大家试验一下。做法呢也非常简单，首先我们需要给女仆提供一些弹药，我们既然用的是手枪，就要给她提供手枪弹药，放在她背包内的任何一个位置，主手放上手枪，她就可以进行进攻了。我们来给大家试验一下。女仆还会换弹。接下来我们试的是一把莫辛纳甘，这是一把狙击枪，那么女仆的射击范围会变得更广，并且此时呢，女仆会有一个瞄准的动作，射击的精确度也会增加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女仆在攻击的过程中不会有原来那种前后来回拉扯的一个情况了，我们是修正的这一块 AI， 女仆会始终在玩家最大的范围处进行一个靠近敌人的攻击。在过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 AI 呢是有一点小问题的。如果女仆的面前有多个敌人，女仆总是会锁定一个目标进行进攻。如果其他目标哪怕把女仆伤害了，她也不会进行进攻。现在呢是谁伤害了女仆，女仆就优先打谁。同时呢，女仆还是可以丢手雷的。如果女仆的主手持有的枪械，强调主手必须要有枪，持有的这个枪呢没有子弹了，此时他的副手呢正好有一些 RGO 手雷，强调 RGO 手雷。此时呢，女仆就会尝试使用手雷去炸这个敌人。为什么只支持 RGO 手雷呢？因为它是一个碰炸雷，碰一下立马就炸，不像别的手雷会到处跑啊。接下来我们给女仆试验一下 M134 加特林机枪吧。女仆就可以打出一个非常夸张的伤害 ，RPG 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女仆在使用弹药过程中是非常安全的。女仆射出来的弹药既不会伤害自己，也不会伤害她的主人，也不会伤害其他的女仆。同样的，玩家射出来的弹药呢，也是无法伤害女仆的。玩家的爆炸效果呢，也没有办法伤害自己的女仆，非常的安全。接下来就是卓越前线的载具了。在使用卓越前线的载具时，当你骑乘了载具，女仆呢就会跟着一起上去，你下来呢，她也会跟着一起下来。那如果我们想让女仆成为车长怎么办呢？
只需要拿着按右击一下女仆，然后呢再右击一下载具，此时呢女仆就成为了车长。那你骑上去以后再下来女仆就下来了。只要女仆的身上有弹药，那么它就可以使用主炮塔位进行一个攻击，非常的猛。卓越前线有一些载具的乘客位是有枪的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坦克，当我们起身上去的时候，女仆也会起身上去，此时女仆就会使用这上面的枪械进行一个攻击。你当主炮手，女仆当副炮手，感觉非常的好玩。当然呢，还有一些更为夸张的设备，比如说 BMP2 履带式战车。这个战车的话，每一个乘客位都有机枪，所以我们给女仆塞上相应的子弹，乘坐上这个坦克，然后呢，女仆就可以使用上面的机枪攻击敌对目标了。那么有的人会问，哎呀，有的乘客位没有武器，这可怎么办？只需要给女仆放上正常的武器就可以。女仆在乘客位没有武器的时候呢，她就会使用手上的武器进行一个攻击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我们这样呢，就实现了一个空对地的打击，可见火力非常的猛。接下来是对小地图模组的一个兼容首先是 Minimap。我们在使用 Minimap 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实体雷达的功能。如果我们把实体雷达功能打开以后呢，现在女仆模组的生物实体，比如说坐垫、扫帚、女仆还有女仆妖精呢，它也有相应对应的图标进行一个显示了。接下来是对旅行地图的一个兼容我们把女仆杀死的情况下呢，它就会打印这样一个坐标，这个坐标我们点一下就可以快速的打开旅行地图的一个坐标点功能，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坐标点来寻找到自己死亡的女仆在哪儿的。接下来我们介绍的功能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女仆实体备份功能。过去经常有人在玩服务器的时候，女仆莫名其妙的丢失，任何数据都找不回来，所以我们在 1.4 版本呢新增了一个女仆实体备份功能，它会定期的将所有的女仆进行一个备份。如果你的女仆真的丢了而且找不回来，就可以通过恢复备份来恢复你的女仆。当然这个功能默认是关闭的，所以我们首先呢需要去配置文件开启它。它这个配置文件呢，如果是 1.20.1 的话，是在你的存档文件夹下的 Server Configure 下面。那如果是 1.21 的话，那么直接就是在普通的模组的这个 Configure 下，是以 serve 结尾的这么一个女仆的配置文件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的配置文件是从这里开始的，这么3行。第一个呢是否启用女仆的备份，那我们自然要对它进行一个启用。接下来呢是备份的时间间隔是以秒为计数的，默认呢是3分钟，这是为了演示的，我们可以让它疯狂一点，每30秒进行一次备份。这个备份的话，我是用了1步机制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会阻塞主线程。接着是每一个女仆它的最大的备份数量，我们这里保持默认不变，每一个女仆保持3份就可以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全部设置好了以后，进入我们游戏的存档，重载一下配置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所有在加载区块上的女仆就会按我们配置文件所定的时间，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备份。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放了很多女仆，其中有一些女仆呢身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都给它随便塞一点，看一看能不能恢复。好的，我们等待了一会儿，让女仆进行了一些备份，我们可以把女仆直接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杀掉。因为某些模组的原因呢，我们的女仆全部丢失了。那我们如何恢复呢？这时候我们输入 TLM backups 指令 get， 然后输入一个玩家的 ID， 比如说我们自己，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之前呢所有女仆的备份，这上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点击的。比如说我们想要恢复启动洞，点一下，它会显示下面呢有3个备份文件，我们一般选最新的就可以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成功的从备份文件里得到我们的女仆。但女仆呢，它不是直接复活的，而是给你一个这样的相片，然后呢，你把相片放出来，就是我们刚才备份的那个女仆。你来看一下身上的东西也都是在的，包括它的状态都是正确的。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，我们就可以哪怕是一些女仆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丢失了，我们也可以对它呢进行一个恢复，这非常有利于辅助的一个管理。
最后是一些小 bug 的修复，这里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，包括女仆之前丢雪球，那个雪球动画会有个错位的情况，这个是修好了。还有一些模组呢，它可能这个武器在近战的使用过程中，女仆有一些技能呀或者耐久呀没有办法正确的打出来或者消耗掉，这问题也修了。还有就是在 ArcLight 服务器上，之前 1.20.1 一直有一个头疼的问题，就是女仆受了伤会瞬间死亡，这个 bug 呢现在也得到了修复，所以可以放心的使用 1.20.1 的 ArcLight。那么这就是1.4版本的全部更新内容，我们期待着女仆模组的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。